谢谢院长，麻烦有请蔡备提名人。麻烦蔡备提名人接着询问。委员好，被提名人您好，台湾民众党党团在审查司法院院长及大法官的标准，在上一次大法官同意权行使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表明得非常的清楚，有没有勇气对抗当权者，扮演宪法守护者的角色，去维护我国的民主宪政，去贯彻我国的人权保障？我相信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不过很遗憾在您回复给本党团问卷的内容，我想先请问一下被提名人，那都是你自己写的吗？也有跟朋友请教的，也不是。然后朋友请教你请教哪些朋友？大概都是我的同事，我觉得非常诧异被提名人，你可以回去比对一下。我发现你针对很多问题的回答，基本上跟我们目前当权的民进党政府所发出来的官方声明大同小异，大同小异。我只有20分钟的时间如果被提名人有兴趣的话，会后我可以跟你讲一题一题，你所提供的答案为什么我说跟民进党政府所发的官方声明大同小异。我先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你是知道在赖清德上任1年以后，全国人民最不满意他施政表现的是哪一项？据我所知是司法。是司法改革嘛？是。在2017年司法国是会议以后搞了8年，人民最不满意是司法改革。你觉得政府有没有必要痛加检讨？有没有必要？我觉得有必要检讨。有必要检讨。你知不知道1年人民纳税人给司法院预算多少钱？大概是1%。多少钱？钱的总数我没有。你要接任司法院院长现在司法院1年预算多少钱？你不知道？这会不会太离谱这很基本的你要增加司法预算，那你最起码要知道现在预算多少钱，未来还要争取多少钱，这个不是最基本的吗？结果你现在1年预算多少钱，你不知道？我没有记总数，但是我知道大概是从2016年、2017年到2025年，我们的司法预算是不是节节上升？是不是？是的。我直接跟你讲，这很基本的从2017年纳税人给了216亿，到今年288亿，不断的在上升了。纳税人给司法这样的支持，我们的司法满意度是持续探底，成为赖清德在执政人民最不满意的事项。但你刚回答一个问题最起码我肯定需要痛加检讨嘛，需要痛加检讨嘛。但我们看不到政府有任何痛加检讨的决心。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目前上诉最高法院上诉第3审的案件，民事案件要不要行言辞辩论？要不要行言辞辩论？依法该不该行言辞辩论？应该行言辞辩论。依法应该要言辞辩论嘛？现实上有言辞辩论吗？有吗？民事的部分我比较不了解。那刑事的部分你了解吗？刑事的部分原则上不用言辞辩论嘛，例外才要嘛，是有必要才要嘛。有行言辞辩论。那你知不知道去年最高法院在民事案件原则上应行言辞辩论行了几件言辞辩论？对不起，我没有这个资料。然后我直接秀给你看离谱的不得了最高法院上诉第3审的案件，2003年我国为了建立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上诉最高法院的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474条的规定，应行言辞辩论，但不必要者不在此限。结果展现出来的是什么？民事上诉的案件，一般的案件行言辞辩论的5件，5件。现在有个最基础的问题来了，法官需不需要遵守法律？需要吗？当然。还是法官可以置外于法律之外？反正我是法官，谁拿我有皮条？民事诉讼法474条明文规定，第3审上诉应行言辞辩论。结果我们的最高法院把我们的法律当空气
一年上诉最高法院的案件行延迟辩论5件呢，这在开什么玩笑啊？盖一个那么大的最高法院，那么好的法庭，还有直播的设备，结果一年行5件延迟辩论呢？蔡被提名人，你觉得需不需要痛加检讨？这点我们会再来研究，增加看能不能增加。蔡被提名人，你知道这件事情研究多久了吗？您是不是知道研究多久了？我第一次当立法委员的时候，2016年下半年，我第一次有机会，最高法院的院长到立法院来备询，因为只有预算的时候他们要来嘛。我提出了问题啊，跟我说回去要检讨，检讨了9年啊，检讨了9年啊，这就是检讨9年的结果啊。当法官认为我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没有人拿我有任何皮条的时候，台湾是什么法治国家？人民要守法，法官不要守法，这样对吗？蔡院长，你上任司法院院长以后，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民事的部分我比较不熟悉，那我们是啊，你接下来要当司法院院长啊，你不能够说我只处理刑事的，我民事的不管啊。当然，我没有说我只处理。对啊，你接下来打算要怎么处理？民事的部分，我想应该要先去深入了解这个原因到底为什么。深入了解很久了啦，9年。是，刚刚我们继续往下看，因为接下来要当宪法法庭的大法官，特别要当司法院院长，权力分立的原则、人权的保障，我国宪法的规定，基本上就以这2个为基石。我们来看看您所谓的人权观念跟权力分立啊，您的认识啊是什么？邱泰山，你以前法务部的老长官嘛？是。你当国两司的时候，就是他当部长把你拉进去的嘛？2019年的时候离开法务部，当国安咨询委员，可以把桃园地检署的检察长叫来，叫他指示下面的检察官，要帮一个富商逃税的案子做认罪协商，可以做这种事吗？来请教。这个事情我只从媒体的报道得知。高检署都有调查报告出来啦。我现在只问你一般的抽象法律原则嘛？位高权重当过法务部部长的人可以干这件事吗？还是之前的老长官你不方便讲？做这种事情的人应不应该负法律责任？来请教。法律责任我不敢说，就是要看实际的。实际的状况就是他找彭坤彦来啊，关说司法啊，叫他帮富商办认罪协商啊。彭坤彦回去就下条子给承办检察官，这都是客观事实啊。如果您不了解的话，高检署的调查报告都出来了啊。而且那个时候，立法院在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第1任当立委，你那时候也在法务部任职啊。是，但是我没有看过这份报告，我大概了解跟是从你连这件事情表示立场的勇气都没有，连这个表示立场的勇气都没有，这样人民要如何期待你啊？抗拒政治的压力啊，做好司法独立审判啊。我想要表示一个立场，要先对事实好，没关系啦。那我接下来问你一定很清楚的。谢谢。2019年2月，香港政府宣布要提出逃犯条例的修法，你还记不记得你那时候的回应是什么？好像我曾经讲过乐见其成这样。乐见其成嘛？是。你今天还觉得乐见其成吗？今天我觉得这个情势的结果是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2019年2月，你说你没有意料到，来，我们来看一看你的态度是怎么转变的。香港提逃犯条例的修法，你当初说乐见其成啊，结果香港民运的领袖黄之锋说什么？痛批你啊，对你的说法百思不得其解啊，为什么会乐见其成？你知不知道你的态度什么时候转变的？你还记得吗？是后来发现，就是因为对香港的政治情势，其实我们当时不是太了解。政治的情势很奇怪耶。对。当初2月的时候、3月的时候，整个香港民运人士都起来抗议了啊。逃犯条例的法条也公布啦。你作为我国国两司的司长，对于他们要搞的逃犯条例，你乐见其成。
被黄之锋出来痛批，你回去有反省吗？我们确实不了解香港的政治。3月他不就公布了吗？是公布。那因为我们之前跟香港一直没有进行司法互助的经验，那我们来，我告诉你啦，有没有经验哦，根本不是重点。为什么不是重点？我告诉你，你什么时候态度转变的？你态度转变啊，一直到5月啊，还在发新闻稿，说乐见啊跟香港合作，什么时候转变的？来，我给你看，6月的时候，蔡英文发文谴责，赖清德痛批，结果啊，民进党2个位高权重的人出来痛批了以后，马上转向啊，国两司6月14号发声明谴责，大转弯呐。在这个整个历程看下来，我基本上觉得您对于这件事情没有中心的理念呢，完全没有中心的理念，就是看上意办事啊。等到上面的人讲话了，才赶快迎合上意发声明稿，是不是这样？这个声明稿怎么发的？我现在我也记不太清楚。你也不记得啦，没关系啊，你回去好好看看啊。好的。我说话我一定负责啊，整个历程我整理得非常的清楚啊，社会大众也可以检验，看我今天站在这边啊所提出来的批判，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啊？来，下一个问题，我们跟多少国家签引渡条约？你国两司司长应该很清楚嘛？引渡条约很少，很少是几个？很少，应该是个位数了。但我现在没有具体的。11个国家啦，11个国家。奇怪，法务部的官这么好当哦？这么基本的事实问题，过去这10年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国家，过去这10年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国家，这不是你主管的法律吗？再往下看。是的。立法委员修法提高老农津贴有没有违宪？现在过去老农没有津贴嘛，我4000块给他提升到6000元嘛，照顾我们辛苦的农民嘛。立法委员提案修法，增加老农津贴有没有违宪？基本我认为是没有违宪。你基本上认为没有违宪，那就很奇怪啦。我为什么说很奇怪？我问卷发给你啊。结果你附和卓荣泰的说法，说法律案增加政府支出违宪呢？你还记得你写的答案吗？对于特别预算，我看了你写的答案，我非常惊讶，我惊讶到说，你的答案怎么跟卓荣泰的声明长得87%像？你基本上就符合卓荣泰的说法你今天又在这边跟我讲，立法委员修法增加老农津贴没有违宪，那我再请教你。立法委员修法增加对于原住民的进罚补偿金额，从每公顷3万元提高到5万元，有没有违宪？基本上我认为没有违宪。基本上你认为没有违宪，非常好，记得你今天的答案，回去再好好看看，你给我们党团的回复，怎么会跟你今天在这边的答复差这么多？时间的关系，我要一直往下走只有20分钟，问题非常的多好，再来，赖清德，在所谓的团结十讲中，他说他自己当立法委员12年，没有看过立法院通过一个法律被判决违宪，痛批这个是在台湾史无前例赞不赞成赖清德这样的说法？我不是听得很清楚，就是之前的没有被宣告违宪，还是现在？不是我问你是提名你的应该是赖清德总统嘛？是。你有跟他见过面吗？见过1次面。对他讲的这个话很重总统指责我们立法院说他自己当立法委员12年，没有看过这么离谱的立法院通过法律被宣告违宪，所以我才请教你赞不赞成赖清德这样的说法嘛？还是你已经过着隐世独居的生活，外面社会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是有点这样子。是有一点这样，这个是哇天哪，这样很危险这是赖总统自己的观察，我想是他。你赞不赞成？我没有办法表示赞成。没关系但是你接下来就要表示意见。来看一下《立法院职权行使法》15条之2，我没有要你背我不会像考小学生一样考你，这样对你不尊敬。
我把法条都列出来了。谢谢。这个条文有没有违宪？立法院得经全体立法委员1/4提议，院会决议，由程序委员会排定议程，就国家安全大政方针听取总统国情报告。来，请问15条之二，这个条文有没有违宪？这个条文的比较文字比较微妙，因为跟宪法的规定有一点点解读上没有关系啦，因为你接下来要当宪法法庭的法官嘛，这个不是 pending 当中的案件。pending 当中的案件，我问你也不适当嘛，这个已经是终结的案件嘛，所以我问你这个条文有没有违宪？那个主席，我的时间可不可以停下来？因为我每次问他就禁止停格，然后时间都跑我的，这样不好吧？时间暂停一下，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目前为止的节奏还算顺畅，好不好 ？OK， 好，继续，好，来，请。我想这个是在文字上有解读的问题，因为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它是立法院得听取总统的国情报告，那所以有没有违宪？是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违宪的。表面上看起来没违宪了啊？你是不是知道这个条文被我们宪法法庭宣告违宪了？你知道吗？是的，我了解。你认为没有违宪，我们宪法法庭宣告违宪啊？我说表面上、字面上看起来了。哦，是吗？你知不知道这个条文什么时候修的？修的时间我跟你讲啊，2008年赖清德当立委的时候修的。2008年赖清德当立委的时候修的，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一个总统忘了自己当立委修过什么法，结果自己修的法被立法院、被宪法法庭宣告违宪，脸皮很厚指着现在全体国会议员没有看过你们这么糟糕的立法委员呐！修一个法律被宣告违宪，总统这样子的发言有国家元首的高度吗？还是总统希望挖一个坑给他自己跳下去？看我们一般台湾的公民有没有发现，总统这样的发言有总统的高度吗？怎么会自己修过的法律自己都忘了？高度的问题我不方便评论。好，来，我们再往下看，通讯监察法的规定，来一样，我给你时间看。通讯监察法规定，通讯监察书侦查中有检察官依照司法警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核发，审判中有法官依职权核发，这个条文有没有违宪？早期确实是有检察官可以来就是申请或者是就监听票啦，检察官发有没有违宪？有还是没有？现在被认为违宪，我想这个有。现在被认为违宪，什么时候被认为违宪的？实际的时间、实际的日期我没有印象。很早以前啦，10几年前了，2007年了，快20年了。当初立这个法的，您知道是谁吗？我不知道。又是赖清德。赖清德在当立委的时候，说检察官可以发监听票，后来什么4至600亿，31号，2007年的大法官宣告违宪了。现在赖清德是在打脸谁？在打脸他自己吗？在打脸他自己吗？重点是什么？我们再往下看，这都是人权保障非常重要的条款啊。是国家机器什么时候可以去监听？法官保留还是检察官保留？这些事情都很重要嘛，对不对？对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通保法相关的规定。通讯监察要不要法官保留？要法官保留。通讯使用者资料调取要不要法官保留？也要法官保留。通讯记录调取要不要法官保留？这个都是检察官要很熟的事情啊。也要法官保留。网络流量记录要不要法官保留？这个我不确定。好，没关系啊，网络流量记录啊，是我们去年修法，可能对你来讲这是新的法，但是你刚刚的答案啊，事实上是错的。为什么？通讯使用者资料调取不用法官保留，法务部向来的立场都是这个样子啊，你忘了吗？这很基本这非常基本好，来，再来，
检察官传唤证人作证，可以当场要求证人交出手机，要求查看手机内的通讯内容吗？可不可以？我想这个是刑事基本人权啊，检察官可以做这个是吗？证人的话就比较不适宜，就比较不适合，不要讲不适合啦。被提名人，我们都是法律人，不是素人。哦，素人才会用形容词在形容，法律人就很清楚，可以这样做吗？这样做嘛，本质上就是搜索嘛。人民为什么对司法没信任？现在的检察官办案，有告诉证人你有权拒绝吗？有吗？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通过。如果通过，回去了解一下，这刑事基本人权。不要像你今天回答的那么多问题答案一样。好，谢谢。好，谢谢黄国昌委员的询问，也谢谢蔡被提名人的回答，谢谢。蔡。